Hello， 大家好。他心通是佛教中六通：天眼通、天耳通、神足通、宿命通、漏尽通。他心通是当中的一个。阿毗达摩居舍论里说，欲修他心通者，以色界四根本性律为一谛，先审查自己身心二相之前后变异辗转相随，后更观他人之身心，如是加行成就，遂得如实知悉他人之种种心相。就是说，你想修他心通是不？那你得观察你自己身心的改变，然后再由己及人，就能知道对方想啥。他心通就像一个人站在你面前，他也不用说话，你就看他一眼，就像看见在纸上写的他的个人简历一样，摆你面前。他的性格、他的命运、人生轨迹、当下的处境、现在心里合计啥，你全都能知道。就这么一说，我突然想到一个人，福尔摩斯。再回去一想，阿毗达摩居舍论还挺有科学依据的呢。在19世纪的时候，一个叫弗雷德里克·迈尔斯的心理学家，他也是心理研究协会的创始人，就发现有着强烈情感连结的人都有着强烈的心灵感应。比如我们和亲密的恋人、父母和孩子都有着超越常人的相互感知力。他认为这肯定和爱有着什么关系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心通心灵感应。大皮皮吧，他有个穿衣习惯，他也是无意识的莫名其妙的，不知道怎么就一个裤腿挽上去，也不是挽的特别立正的那一种，一个裤腿肯定是不挽，不是什么非主流穿衣风格，就有点像鞋儿破，帽儿破，身上的袈裟。他最近呢，天天出门上下班带一根很长很长的木棍，幸亏呀，现在不是夏天，就他穿衣习惯再加上那个长木棍，不知道还以为他加入丐帮了。现在不是冬天吗？穿的多，裤腿挽不起来。就他这样天天拿着那根木棍，我们园区的保安不让他进。问题是他手里拿着我们园区进门卡呢，保安也拦着。他为啥天天带那根破棍子？我和他都没有想到，今年呀，下半年他命运中的宿敌出现了，不是一个，是3个。在他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上，有3条狗，2条是那种大狼狗，1条是一只小泰迪，天天追着他咬他。我们不是搬到这个远离城市喧嚣的静谧小镇了吗？本来人就少，再加他上下班那个点，路上几乎没人，他就是被这几只狗掏死了，都没人救他，没人知道。他拿着那根打狗棍，完全就是为了撞他。他每天除了这段被狗撵的路程，还有一段要坐公交再到通勤才能到单位。他认为他拿着那根打狗棍非常有事，他严密就会在上公交之前把这棍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。就是这样，他那根打狗棍还经常被别人捡走，武器没了，撞倒东西没了，就非常害怕，打电话让我去接他。我说不行，我给你买个鞭子吧，那还便携，往地上一甩更响，更吓唬狗。他说行，到时候他给缠腰上。我说那你可得加小心啊，别改开的时候来不及啊。朋友就问了，那他带点吃的喂那3只狗就行了。他可能是看电视还是哪个纪录片，就说那种狗不能喂习惯了，你要喂那吃的。我实力这个汪汪大队呢，他们也不是就是在那条马路上一直等着他咬他，我们这不是农村，都是大荒地。他们仨是在一个像荒地的院子里，但那院子也没有围墙，都是树，那3只狗也没拴绳。平时他仨是在院子里，他大皮皮呢，因为怕他们3个嘛，每次都不敢从他们门口路过，都去马路对面走。据他所说他都不敢大声喘气，都踮着脚，不敢发出一点声，那也能被他们仨听见。从院子里疯跑出来，撵着咬他。大皮皮有一天终于发现，有一个老太太在他上班还不下班，在狗的大门口走过，那狗都没叫，给大皮皮气坏了。他说汪汪大队真是缺了大德了，就可他一个软柿子捏。我说你可就别不喘气儿，踮着脚走，那狗鼻子老好使了，就你哆哆嗦嗦的，还让他觉得你是个好欺负的，你得支棱起来呀，
毕达哥拉斯在他那个年代就相信小动物是可以感知到人类情绪的。我以前看过一个 BBC 的纪录片，讲的也是宠物狗能察觉到主人的情绪，哪怕你不说不表现出来，那他们也知道。问题是这仨狗就在那个院子里，根本也没看见呢。有没有可能是他和这3只狗由于过于频繁的互动，1天2遍嘛，让他和这3只狗产生了如心理学家所说的强烈的情感连接？前 CIA 中央情报局审讯专家克里夫·巴克斯特还是之前讲过的，用测谎仪监测到附着在鱼缸中沙石上的细菌，可以感受到被作为大鱼晚餐的小鱼被扔进鱼缸里的那种恐惧，因为要被大鱼吃了。细菌能感受到鱼的情绪，狗能感受到大皮皮的情绪，动物之间的交流方式和人肯定是不一样的。巴克斯特就想知道是什么让生物之间能相互感知到他们的情绪呢？巴克斯特就把鸡蛋关在铅制的盒子里，这样就可以屏蔽掉各种电子信号，然后再把一个鸡蛋扔到沸水里，关在盒子里的鸡蛋依然会产生情绪波动。那可能是距离不够远吧，500公里还行哈。巴克斯特就主动给布莱恩·奥莱尔打电话，来呀，来参加我的实验呢。布莱恩·奥莱尔是谁呢？他是梅尔大学、加州工程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员，也接受过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宇航员科学家培训，也是巴克斯特所有实验对象当中最有名的一个。就让宇航员把他口腔里的细胞和腿吐在了他实验室的器皿里。宇航员呢出去玩去了，旅游去了。巴克斯特则留在办公室监测他的口腔白细胞，还给宇航员一本日志，让他把他情绪激动的时候都记录下来。宇航员刚到飞机场就差点没赶上飞机，给记在日志上。下飞机之后更生气，他儿子竟然不接他，都给记上。这些日志上的情绪和500公里外的口腔细胞产生了实时的情绪连接。我和腿吐出去的我的细胞都离开我的身体了，还会和我产生实时的情绪连接。我们和我们的恋人的亲密关系是不是也让我们产生了类似的机制？所以女人的直觉它也是说得通的。巴克斯特关于人体和细胞的实验，那不只做这一个，剩下的只是没有宇航员出名。比如2战老兵让他看打仗的电影，一个妈妈接到了她女儿在国外的求救电话。实验都表明，离开人体的细胞还会和主体产生实时的情绪连接。那我身上有我爸我妈他俩的细胞 DNA， 有心灵感应，那不就更说得通了吗？这个是不是就是迈尔斯所说的强烈的情感连接？之前看到过一个实验，也可以用巴克斯特理论来理解一下。这个实验呢，是为了研究记忆是可以遗传的。给一个小老鼠闻味儿电击，闻味儿电击，闻味儿电击，直到呢给它闻味儿，不用电击，老鼠都吓得直哆嗦，让老鼠和这气味之间产生记忆，然后再把这只吓得哆里哆嗦的老鼠提取精液放到母老鼠体内怀孕，生下的小老鼠没见过他爸，也会害怕那个气味，甚至比他爸哆嗦得更厉害更害怕，然后再提取鼠儿子的精液放到母老鼠体内怀孕，生下来的鼠孙子一样害怕那个气味。推测记忆是可以遗传，用巴克斯特的实验来理解，就是细胞、记忆、情绪是可以相互传递的。那我的家一定有很多我的细胞，还有很多看着我会跟我产生一样情绪的细菌。一个细胞它不会影响我，但是如果很多很多细胞，它是不是就会反过来影响我了呢？这个是不是就是风水呢？那么现在给跟你有强烈情感连接的人发送能量信息吧，他能收到，不信你可以问他。我每次问大皮皮的时候，他都是这么说的啊，什么信号啊？能量信号，是我没让我给你带东西，没让啊哈啊，收到了。今天